我的鞋呢？不是这是，就是夹着出来的。你夹着出来的也不对呀，这号对呀，这鞋不对呀。不是我问你，是你弄错了还是我弄错了呀？您弄错了呗？是什么？就是这都是一套夹着。我错了是吗？嗯。去，给我找一明白人来，快。嗯。哎，贺总您好，请问发生什么事儿了吗？问他。柯金光怎么了？就是这一套的，没错。这怎么是？来，谁的鞋？这是我们贺总的鞋吗？是啊，这是一套夹着。别废话，找鞋去！赶紧给我们贺总找鞋去！这不在这儿呢吗？你听懂是不是啊？啊，你经理呢？啊，经理呢？你们这是干什么呢？我们贺总有急事，你知不知道？这鞋都找不着了。贺总，实在不好意思啊，怎么回事？申浩，哎，我来这儿可不是1天2天了啊！你跟我说啊，第一，我不认识我自个儿的鞋，这是他说的；第二，他说我错了，他是对的。那你怎么回事啊？就是一起就是夹着鞋出来的，那没错啊。贺总，您鞋是什么颜色的？我鞋什么颜色？你问他，我鞋什么颜色？什么颜色的？就这色儿的。什么？就这色儿的？我色盲还是你色盲？贺总别着急，牌子给我。贺总，我去给您找去了，对不起啊。哎，贺总真是不好意思，你看他是新来的，可能有些规矩还不知道，就拿错了，你可真别生气。新来的你们得好好学。贺总是这双吧？放上。来，回头给你们蓝总啊带个话，咱有些没潜质的员工啊，就别留着了。哎，你自个儿拿。不，我们来。哎，听见我们贺总说的了吗？换人啊！赶紧换。下次一定不会了。小雷，咱们走。赶快送去。欢迎下次光临。你干嘛去啊？找鞋去？不是穿走了吗？穿走了怎么了？不还有一双呢吗？去找去。哦。快，咱家祖宗又有事了。啥祖宗啊？二傻子呗。公子咋了？人家这带雨林经理给我打电话了，叫咱现在赶紧把人领走。走啊，愣着干啥呢？二舅，哎，我有点急事儿，你自己先忙着啊。啊，去吧。哎，路上小心点啊。那个，你们经理让我来找葛金光。他在那儿呢，带走吧。王子，经理，你看这事儿，你说了，把他带走。不是，我跟你说吧，有啥事带走。一会儿吧，我再说一遍，把他带走。就这样，就给我们打发走了？那你什么意思啊？我给你叫辆出租车。出租车就拉倒吧。那我们干这么多天了，那工钱还没给结呢。好，我给你算算，他在这儿培训了3天，工作了2天，你觉得他有资格领工资吗？掰开你那手指头算算，食宿费都不够吧？这有啥没资格的？讲话了，干1天是1天的，那咋的？你不给钱欺负人呐？别给我装农村痞子啊！这是热带雨林，不是你们农村的澡堂子。等着我给你们叫110送走啊！哎呀，你吓唬谁呢？110我没见过呀，不就大街上嗷叫那玩意儿吗？我见过。来，你打电话叫吧。你叫你不叫我都瞧不起你。好，我今天就叫你快叫！哎呀，你吓唬谁呢？你俩人！别打，我们走。光子，赶紧下来，咱们走。我得让我好好干。什么？你说啥玩意儿呢？你说谁山炮呢？说你，我也说他，怎么了？再给我说一遍！你再给我说一遍啊！说委屈你们了吗？啊？是我们是吃的不如你，穿的不如你，住的不如你，但除了这些，我们哪当然不差你的。赶快让他走，别在城里给人丢人。
你今天不削死你我！哎，国栋，干嘛用？削死你！那啥，我走。光子，国栋咋弄啊？你到底咋了？就是把客人鞋给弄错了，鞋咋能弄错呢？就是把那个牌号给放错了。那上面不都有号，咋还能放错呢你？不知道啊。你说你干嘛呢？我是不是因为你我才让那瘪犊骂一顿啊？我他妈揍你，我干啥呀？你干啥呀？那人那么多，兴许客人穿错了，有啥大惊小怪的？气死我了！不是客人穿错了，是我放错了。你看你。算了，那我跟他回村吧，下午就走。王子，下午咱们回村。走啊！你这杵着干啥呢？不，人说一点都没错，你这玩意儿你就跟耗子进城似的。你看，走。你干啥玩意儿？你再让我给你急啊！哦，您是来看耿旭光的吧？他在这儿工作的不错，行，舍得卖把力气。啥呀？真的是不错呀。听说他晚上说梦话都背员工守则呢。背那玩意儿有啥用啊？你再背，现在不还让人给开了吗？开了。何师傅，星光不就是弄错一双鞋吗？你说这多大点事儿啊，咋就给开了呢？光子刚来城里找工作，好歹给我们个机会啊！真开了啊？怎么会有这种事儿？你等等啊，你们一定等我回来啊！请进。老何，你来真巧，我这有好茶，喝一口。您就别忙活了，我说完事儿我就马上就走。哎，喝口茶，慢慢说嘛。什么事儿？我介绍来的这个耿旭光啊，他怎么了？我看他工作挺认真的。是，可工作上不知出什么事儿了，申经理把他给辞退了。那他肯定违反了什么公司的规定。申经理这个人做事情还是有分寸的。我是来替他求情的，您是不是能跟申经理说一声，原谅他一次，以后他要再出问题，怎么处理都行。何师傅啊，申经理既然已经做了这个决定了，如果说要改变的话，恐怕不太好吧。蓝总，就给他一次机会，您算给我一次面子，好吧？何师傅，我看这样好不好？我打个电话给申经理，看看他犯的这个错误严不严重。要是不严重的话，我就把他留下来，行吗？好，那我走了。喝口茶。不了。静，对不起啊！哎呀，抱歉啊，静静。哎，真抱歉，我实在太忙了，刚把公司的事儿处理完。行了，知道你们都是大忙人，就我一个人闲着。你就别在这跟我晒幸福了，谁不知道啊？你现在手里攥个钻石王老五，哪像我跟默默啊，只能靠自己。现在呀，就你最幸福。说什么呢？我那最多就算是个胸无大志，哪像你们呀，追求梦想，心无旁骛，还梦想？早戒了。戒了？你不是一直梦想调到美国总公司吗？怎么样，你这升职的道路还顺利吗？升职根本就不是我的梦想，我的梦想啊，
是想拥有一片属于我自己的天地。是啊，你点单吗？啊，不好意思啊，给我一份青白山吧。哎，我也要一份，请稍等。哎，那蛇妖还没到呢。他呀，比你还忙。听说了吗？默默搭上那个二公子了。就那个继承他老爸一个新矿的富二代。对，就是那胖子。不会吧？是，他不是只赚钱不恋爱吗？听他瞎掰。蓝总您好，我想问一下，那个耿星光被辞退是什么原因？他把客人的鞋拿错了，客人很生气。那还有其他的原因吗？他是农民，没有服务意识，而且很笨。这个人先不要辞退。好，是因为老婆的原因吗？这是原因之一。更重要的是，我平常看到他在工作的时候都是很认真的。蓝总，请您相信我，他这个人真的什么都干不了，他不适合在咱们这种高档的热带雨林工作。那就给他换个部门啊！我都考虑过了，没有能换的。我们热带雨林这么大的一个企业，有这么多不同的部门和工种，难道就没有一样他能够做的吗？真没有。哎，我想到了，这样好不好？你知道那个老曲吗？他不是正在负责那个保洁工作吗？现在他年纪大了，我担心他负荷不了。要不这样吧，就让耿星光先跟着他干，等到他上手了以后，再把老曲换掉。蓝总，保洁这个工作他一定做不好。保洁这个工作是没有任何技术含量的，不管是谁，只要认真的去做，谁都能够做得好。我看这样，就让他先做做看。如果他到时真的做不好的话，我们再考虑辞退他，好吧？蓝总，就这样啊。是。董金光，回宿舍。光子，去啊！来杯奶茶。默默这儿呢。嗨，亲们，实在不好意思啊，我刚上 4S 店取了个新车，开着不太顺手，所以来晚了。sorry。哟，是谁送的新车呀？是二公子吧？接了个大单，自己买的。哎，你刚才说二公子，你怎么知道二公子？猜的。跟你们实话交代了吧，这次我是没白努力。二公子不但赞助了200万，还答应我们可以去他们家的度假村免费取景，怎么样？可以吧？就赞助200万啊？怎么着？嫌少啊？要什么钱呢？把人拿下！疯了！这年头有钱不赚，要个人，男人哪有存款靠谱？当然了，你家的贺子鹏除外。哎，接个电话。你怎么那么忙呢？哎呀，让你下去，快去。他跟你说了吗？说什么？他要调到美国总部去了。这么快？他把美国总部派来的副总裁给……啊？很吃惊吧？我也很吃惊。杨小叶是个主位，坏。哎，你聊到哪了？我们这说，下周我们剧组要去二公子他们家的度假村免费取景，跟姐玩一趟呗。哪儿啊？杭州。我去不了。子鹏约我下周去参加艾菲斯俱乐部的展会。艾菲斯？你家贺子鹏是艾菲斯的会员？嗯。亲
亲亲。人家求你帮个忙呗。我怎么有种不祥的预感呀？让你家贺思鹏帮我弄一张艾菲斯入场券好不好？你告诉我你的阴谋是什么，可以考虑考虑。跟你们说实话吧，就是那个胡富民，我不是一直都想搭上这条线儿，能够签了这笔大单，可是到现在都是半死不拉活。我听说下个礼拜他要去参加艾菲斯的奢侈品展会，我就想借这个机会跟他去套套词，明白了吧？哦，是这样啊。你不是有那个二公子了吗？还能看上这小肉丁儿？肉丁再小那也是肉，别拿豆包骨当干粮，攒多了照样换银子。我的理念呢，就是没有扎不出血的肉，只有不努力的针。这可有点难度啊！像这种请柬呀，都是给企业一把手的，挺难弄的呀。这么难办？喂，是我请你吃饭，地方随便你点。真的？那鲍鱼王如何？鲍鱼王行啊，哪儿都成。好，那这么着，明天到我办公室来拿请柬。OK， 谢了。老罗啊，你说现在这个女人多好当啊，搞不定什么事儿呢，就给她男人打一电话，她从来不管她男人头疼不疼，嗨，只要打了这事儿就能办成。嗨，不给你打电话的女人啊，才会叫你头疼呢，因为你不知道她心里想的是什么。好了，不谈他们了，你接着说。我还是觉得，我们应该慎重考虑投资浑南商铺这件事。啊，你看前年啊，我们刚投资完抚顺店，啊，目前呢，我们的资金不足购买新的商铺，你贷款嘛，压力又很大呀。贷款投资啊，是一个很新潮的东西，它的好处是什么？它能够迅速的让资金链滚动起来。我们万和集团需要的是什么？需要的是把盘子迅速做大，大到什么程度？大到你的竞争对手都不敢跟你竞争。老罗啊，你知道现在市场竞争有多激烈？是啊，现在竞争是很激烈，所以我们不能背着债务去经营啊，压力大，风险也很大。李济深说：“哎，千万别跟我提李济深。老罗啊，你知道你的问题在哪儿吗？你就是受李济深的影响太深了。这个项目咱们这么着，再考察考察。今天啊，咱们就谈到这儿，好不好？这件事太大，要慎重，一定要慎重。你要成了，一切都好；你要败了，就会拖垮整个集团。”不说了，不说了，我不说了，不说了。咱们搞保洁的，比任何人都要爱护卫生，是吧？哎，你看，这个烟灰是吧？随手看见，随时就要擦一下，是吧？哎，不能跟随手啊那个扔垃圾啊，是吧？吐痰呐，啊，这都不可以啊。哎，你看，那有棉签是吧？哦，捡起来。这个动作好，自己闷头干就行了，看哪儿埋的就去收拾收拾，使劲往干净了整不就行了吗？又不跟别人废话。1个月800，顶上2个月放羊来，还供吃的。你说，申经理为啥就看不上我们农村人呢？说了那么多难听的话。我得好好干，让申经理看看我们这活干的也不比城里人差。以前呢是在这泥里边刨食儿，现在呢是在这肉皮上面刨泥儿，这辈子是离不开这泥儿了。哎，何手，别看你拿个红毡子啊，是头一把交椅，同样也离不开这泥儿。哎，
其实啊，这个搓澡也是个技术活儿。得了吧，何师傅，这搓澡要是也算是这门技术啊，那你爸子可就是搞科研了。哎，你以为怎么？嘿，过去那老师傅就剃头的、修脚的，这都办了大夫，你知道不？我知道您何师傅会那个整蛊术，能治个腰腿病啥的。何师傅啊，您怎么没开个诊所啊？哎，老了，没劲儿了。这正骨啊，这可是个力气活儿。可不是咋，这搓澡它也是个力气活，这一天下来累得我两腿是直突突。哎，何师傅，哎，这两天怎么没看见高威啊？这家里出点事儿，回去处理一下。哦，啥事儿啊？还不是他闺女的事儿呗。行。哎，不是我，你这么什么先给不是啊我知道我你不带悔棋的我不悔，你先给我那什么咱不带这么玩的啊不是你给我，你玩没玩过我是不是玩赖呢给我给我。别闹，成天闹什么玩意儿闹？威哥回来了。哎，威哥，不带悔，我不悔，你给我，你先给我。咱说好了不带悔。谁坐上铺了？你先给我，你能不能玩？我不，我问你们话呢。谁坐上铺了？啊，那个新来一个人叫耿星光，傻了吧唧。对，那个申经理亲自安排的，说住你上铺。不是身后这王八犊子，怎么的？别地儿没床了，非往我上铺安呐？我赖鬼的。我是行，别吵了，睡觉。睡觉。是。人呐，这一辈子就做3件事儿：欺人、自欺、被人欺呀。哎，葛云光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啊，那个这个是威哥，住你下铺。就你住我上铺啊？嗯。你能不能轻点啊？我告诉你啊，你要不能轻点，收拾铺盖卷，马上给我上那边去，听到没？滚蛋！你说了不算。不是我跟你说话听见没？赶紧给我滚蛋！你说了不算。我说了不算哈。来，你给我好好待着。哎，你还挂着啊？不是，哎，威哥，哎，你给我尝，我全给你。来8个法，来走。哎，不是你还哎，威哥，哎，威哥，来吧，威哥，不起来！威哥，他傻，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啊！你给我躲开！你躲开！威哥，你这么的，他要愿意在这，你就让他在这睡吧。你下不下来？你不服是不是？威哥，威哥，你不下来，听到没？你下来！哎，我说你怎么那么定啊？非得要打你啊？啊？不是，哎，威哥，跟你说，你这么的，你听威哥的话，你就到宋琦的铺上就睡去吧。这还不服？哎，威哥，打架要开除啊？开除咋的啊？怎么的？这1个月这点破钱我愿意挣，怎么的？你给我下来！哎呀，威哥，快点！喂，哎，干什么呀？都几点了？不睡觉了都？不是，
魏哥，这么的，你给我们大家伙一个面子，你就让他在这睡吧。行，我给你们面子啊！你不愿意跟人睡吗？是吧？好好睡，舒服的啊！起来睡觉，睡觉，睡觉。耿星光，你可真硬啊！耿星光，你个王八蛋，大早上起来折腾什么呀你啊？啊！我说威哥，大早上起来干啥呀？这是？这小子在我身边我就不舒服，非把这小子弄走不可。哎呦，我这是期待的。哎，我天呀！哎呦，酸了，吃什么呀？中午吃什么？对呀，中午还没说。哎呦，吓我一大跳！星光哥哥，你起那么早啊？是不是想我们和想的睡不着觉了？呀，生气了？难道被你说中了？哎呀，我可真受不了他。咋的呀？服务太到位了。扔这扔这啊！星光哥哥，你喜欢我们和，你就直接跟我们和说呗。你不说，你怎么知道我们和喜不喜欢你呢？是吧？就是啊。再说了，我们大家都知道你喜欢和。喝完就人。到完了，我过来。是不是喜欢我们和啊？是不是喜欢我们和？喜不喜欢呀？啊？哎，真没意思。李斌多好玩啊！这申经理怎么给李斌弄去倒车了？李斌今天回来了？不知道啊。真的？谁说的？哎，那耿星光不打扫卫生去了吗？那申经理不就把他调回来了？我你这样式。哎，什么玩意儿呢？这是？耿星光，耿星光，就看你现在这样，这以后的日子更好过不了。你就搬到宋琦部上睡不就完了吗？你说你跟那么个混蛋置什么气呀？耿星光，记住该记住的，忘记该忘记的，改变能改变的，你就得接受你打不过的，是不是？精辟，但这哥们听不懂你信吗？耿继光，你听哥们我的啊，
好汉还不吃眼前亏呢，赶紧搬到宋琦上铺上住，要不然他没完没了找你茬，你能受得了吗？我不怕。我跟你说，这不是怕不怕的事儿。这么跟你说吧，这玩意儿就好比是追女朋友，你要是退一步，完了人去楼空。但是像你们俩这个事儿啊，你要是退一步，风平浪静，海阔天空，是不是啊？我不退。那我说你这人有病啊！不是他有没有病，跟你俩有关系吗？这吧。哎，李斌，今天晚上我妹妹到沈城，帮我顶会儿班呗。行，倒是行。关键是我已经又调回到大门口了，我帮不了你。啊？哎，这样吧，宋琦，这种事别争了。我说你老瞅着我干嘛呀？哎，耿平光，对了，你看啊，我妹妹刚考上大学，我得接她，就帮顶1个小时，行吗？行啊。啊，行，这个就是抓着了，也不能帮你咋地了，是不是宋姐？对啊。不知道。这么的，就算罚钱，我掏，行吗？那这么的，那就1个小时，讲究。大流氓，太损了吧？就是。实在太有秘密了。我发现你具有世界上最英俊的，然后呢，嫂子，惭愧啊，那也比不上您全宇宙最美丽的脚后跟子。那既然咱俩这么般配，你敢不敢在我的配偶栏里签个名啊？我还真不敢，高难度。你可得想清楚，本小姐今天高兴，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。没事儿，哥就喜欢睡在大自然里。是吗？那你赶紧回你的大自然里搂你的母猩猩去吧。我嫁给你还不如嫁给恐龙呢。哎，那可不行，法律是有规定的，近亲是不能结婚。李斌。到，不生气，不生气，该逗一会儿呢。不是。到。看你吧，有钥匙。哎，到。我有2句话想对你说，已经很久了。如果你想向我表白的话，我想听韩语版《浪漫》。第1句，到。我真的很爱你，思密达。
第二句，请你相信我，我刚才所说的一切都是假话，思密达。烦人呐！你知道这叫啥吗？这叫慢半拍儿。哎，跟你说，赶紧替我去，我来不及了，快去吧去。啊，我一会儿回来帮你盯住了啊。嗯呐。服务员，有人没呀？哎，有喘气儿没？先生，你好，帮我把这门开。就这个。对。太慢了，那包放哪？你还干啥呀？不是，这回来，钥匙你给我呀！完了，哎呀，这招不差点没喝死我！哎呀，哎呦，天！哎呀，有人没呀？哎呀！来人呐！哎，先生，你没事吧？哎呀，我的天哪！哎呀妈呀，先生，我别碰我，你别碰我！哎呀，咋整的？啊，这地也太滑了。我刚擦完，刚擦完，你没擦净呗？哎呀，这腰给我摔的！哎呀，别！你别碰我，我这腰动不了了。你看，你把你经理找来。江先生，哎呀，这是摔哪儿了？哎呀，我跟你说啊，我这腰肯定摔坏了。你赶紧送我上医院。哎呀，这地也不滑呀。刚才滑，它不擦完了吗？这没擦是老滑。你问那哥们滑不？对，老滑了，刚才。你看看，哎，你擦地了？放警示牌了吗？没放。江先生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。哎呀，这，哎，快扶下来，快点！你别碰我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呦我天！摔！哎，先生好像喝酒了吧？不，你是干啥呢你啊？我喝不喝酒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不，他干啥呀？这是。服务员，江先生你别生气，要不咱这样出去聊吧？走吧。走。哎，你扶着我，你别碰啊！你别扶了，你来。哎呀，快点！哎，我那包，我给你拿去。哪个？哎呀！一起来。哎呀！慢点啊！哎呀！我这里有事儿，回不去。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全权处理，要尽量的让客人满意，明白吗？好，我明白了。江先生，实在不好意思，我们蓝总有事脱不开身，让我代他给您道个歉。道啥歉呢？你就说怎么解决吧。您在我们这儿摔了，是我们的责任，是我们工作疏忽了。您喝过酒了，我们应该拦着您。我们这儿有规定，喝过酒是不允许进入。那你那意思，我摔这样还怨我自己呗？绝对不是这个意思。您是我们的老客户了，又是蓝总的朋友，
您放心，这事儿我一定处理得好，绝对不会让您丢了面子。我还有啥面子？我都摔这样了，就是怎么解决吧。江总，您要是非要去医院的话呢，我现在就可以打电话给你叫车。但是您也知道，去医院又得挂号又得检查，会耽误你很长时间。不是，我是干啥你知道吧？你说我在你这儿，咔，你就给我摔这样，我是不是得在家歇2天？你说我这一歇，我得损失多少钱？你算过吗？江先生，您看这样吧，我们赔您1000块钱行吗？不，你们那钱是欧元呢，还1000，最少也得5000呢，就5000，我还得看蓝总面子，知道不？那2000吧，您大人有大量，以后常来，我们好好招待您。你不开玩笑吗？你说不好使，太少了。那江先生，我就只能报警了。不是，你那2000是给现金呢？可以啊，拿钱。哎，您点好。这点钱还点啥呀？那就这么地呗。稍等，帮我写一个收条。就这点钱写收条啊？收条，今收到，热带雨林，赔偿款呗，2000哈，1000元，将顺，那就这么地呗，行吗？好，江先生您慢走啊。哎，好，慢走。哎呀，行，留步。哎，还是呢。董金光。啊。哎，他那腰什么腰啊？擦地的时候是不是没放警示牌啊？耿星光，你试用期的月工资是800，在这儿干2个半月，把2000块钱还上，卷铺盖卷走人。不是，他是在讹咱们，但是他确实摔倒了。不是，就这么定了。啥玩意儿？2000？哎呀，不是，什么玩意儿啊？这是啊！真的？那这姜胖子也太黑了吧！我跟你们说啊，就姜胖子这个玩意儿，一看就不是什么个好东西，一肚子坏水。哎，你小子就赖我上铺不走了，是不是？你不愿意赖在我这儿吗？报应来了吧？哎，耿金光，申经理没把你开了？公司损失了2000块钱，不开除个人，那还是身后那瘪犊子吗？耿光，走就走。本来他们给你开这2个钱就不好意思往出说。耿星光，无所谓。申经理不让我走。哎呀，身后这瘪犊子转性了。他让我干2个半月，把钱还上再走。啊？够狠的呀！不是，我说你有病吧？啊！你现在就收拾东西，明天就走，我看谁能把你咋的。不能走。不是你还不走，你等着跟人当杨白劳呢你啊！韦星光，听我的，收拾东西，走人。不走了。还有路费啊？来，我给你拿。不是，我不得把钱还给人家吗？不是，哎，你脑袋里装的都是什么玩意儿啊？装的有可乐啊，一摇就冒气儿，冒的全傻气儿，是不是？你就要还上这笔钱是吧？你也不想想，这笔钱你怎么还？2个半月一过，你照样卷铺盖卷走人，你到时候可是身无分文。那也不能走啊，欠人钱走了，心里头那啥。那啥呀？不安呐？呐。我告诉你，你谁也不欠。他喝多酒自己摔倒的，要赔也得公司赔啊。
你先收拾东西，赶紧走人，没人来。不能走。那你去死吧！耿警官要不走的话，曾铁军，这钱你拿一半啊。凭啥呀？凭啥？你说的，罚款你拿。我叫他顶班，我叫他拖地了吗？本来就是啊。本来啥本来？不是你说的吗？人家要是出事了的话，你出。铁军，我觉得这笔钱你得出，欺负老师人有罪。我没钱，我妹妹学费我还没出。哎呀，不用你出啊，我还。不，你还个屁呀！你还啊！赶紧给我滚蛋啊！我就不走。不是，你是不是就跟我较上劲了你啊？不是，你是不是跟我较劲呢你？你干什么呀你？行，你小子不走是吧？你好好在这待着啊，待着吧。千元。欢迎下次光临，欢迎您下次光临，欢迎再次光临。哎，你怎么还不走啊？哎呦，2个半月，你随便在哪儿不赚个2000块钱啊？你在这儿就等于白干。你这里外里加块是不是4000？你走吧。哎。你们说的是不是缺心眼儿？是不是缺心眼儿？不是，他不是缺心眼儿，他压根儿就没长那玩意儿。哎，人家那是仗义耿星光，我说这都看不出来，真的姐们几个，你们现在的智商不太适合谈论心眼这个词儿。这好打抱不平的兵哥又跳出来母仪天下了。对呀，如果有一天我真的当了母后，放心，亲爱的，我一定封你作为太子。干嘛那么惊艳的看着哥呀？帅哥排名哥又不是第一。对呀，那是因为你的长相，就你这长相的，你根本就进不了海选。哥不去的原因是怕伤了很多人了。沈经理，有意思吗？都是哥玩上你来了。李斌，到。这是你站的地方吗？我回我的工作岗位。沈经理。耿星光，他人特别好，而且他工作特别认真，他给大厅的地打扫的可干净了。那个每天特别勤快，早早来，大半夜才走呢。而且我跟你说，那个耿星光干活一点不比曲师傅差。你们什么意思啊？沈经理，你看，要不就别罚耿星光那2000块钱了呗，咱公司又不差那点钱，是吧？是不是？这是你们该操心的事儿吗？好好干好你们的工作。对。你们说这沈经理咋啥都好，就死不讲人情？哎呀，多酷多帅呀！酷什么酷？我来了。连口头再给我点。没有。啥呀？这是牙刷呗？啥？我
不用。不是你不要，你这破牙膏都用多少年了，你还用啊？你说这玩意儿咱不缺，这玩意儿哪用？我奶说不能占人便宜，占人便宜的都是穷人。哎呦我去！这位低调的富少爷，您穷的够奔放的呀！我说，再见了，少爷。这家伙真有个性。哎，你还给我闹是不是？闹！这是什么味儿啊？这威哥又喝酒了？哎呀我去！不，一个睡下铺的人都吐到上铺去了，咋穿越了啊？哎呀，我告诉你，他肯定故意的。快去找申经理去。找什么申经理啊？去找蓝总去。对，让蓝总直接就开除他。我说你去呀，我们帮你保护现场。不，你瞅什么呀？你去呀！就他。威哥，威哥，葛阳光，你去，你不用怕他。我跟你说，就他这种人，一肚子坏事，死外面都没人管。去，没事。那他要被开除了，家里人能高兴啊？我发现你真行啊！我告诉你，就算他以后弄死你，我们就当看不见。瞅什么呀，汉子啊！你能不能有点血性啊？像样。哎，你干啥呀？哎呀！你拽他干啥呀？你要干啥呀，董行妈？哎呀！你说这人，哎呀，这屋里院怎么睡呀？这是。看来耿金光才是真正够资格母仪天下的纯爷们儿。反正我不管你俩怎么想，我是愿意给他这口气。你别洗了，还洗啥？走走，跟我见蓝总。别，耿阳光，我跟你说啊，你不能太窝囊，就是挨欺负也是有底线的，听到没有？哎，什么事儿啊？你问问他自己。你说啊？不是你说呀？高威喝酒喝多了，吐他床上了。他睡高威上铺，这不明摆着的吗？高威是故意的。我跟你说，叫这傻子去见蓝总，死活都不去。哎，魏光，你咋不去呢？那你说，要是跟蓝总说了，他工作丢了咋整呢？他不是喝醉了吗？他喝什么醉？喝醉呀？他喝醉不吐自己床，吐你床上啊？我告诉你，你就对这种坏人心好，看看以后怎么样。那他是坏人，完你也这么对他，那你不也成坏人了？
好了，等他酒醒了，我好好说说他这事儿啊，过去啊，过去。行啊，别不行，洗问你。哎，别走，别走。干活啊，我把腰给闪了。明天你们谁帮我洗洗我的床呢？给钱吗？没钱。那谁去啊？哎，不，和尚，那个，你有姑娘吗？姑娘啊，没有，就个小子。想干啥呢？去你！葛玉花，你呢？我也不会干的。我教你啊。那就去呗。大家展示图已经看完了，我提醒大家一句啊，这家浑南店我是志在必得的，初步打算贷款1亿2千万作为投资，啊，2年以后这家店将会给我们带来丰厚的利润。今天啊，咱们大家在这儿开这个会，讨论的不是干与不干的问题，是怎么干的问题。你们都是我的老部下，召集大家来开这个会，只有一点，希望大家畅所欲言。但是呢，有一条，我只想听一些建设性的意见。看，都不说话。那老罗，你先来。霍总啊，我这有意见，也是破坏性。破坏性的意见就不要说了。看看财务部。浑南是块商业宝地，在那里开店就像种摇钱树。如果我们能筹到80%以上的私有资金，就一定把那个商铺拿下。但是我们现在80%都是贷款。你的意思啊，我大体明白了。我给你一句建议吧，胆子要放大一点，意志力要坚定一点。柯总，有人说我们公司的业务拓展的太快了，我觉得还不够快。像浑南这样的大项目，不但我们今天应该拍板拿下来，今后还要多搞几年。我们开发部希望我们的业务翻番的发展，店铺开得越多越好，效益和我们的业务量才能越来越大。我们人力部门也是希望公司能够大踏步的发展，只要公司能够把这个事儿定下来，人员、技术、培训，1周我全都搞定。听见没有？这才叫什么建设性的意见。我早就说过，在我们这个团队里边，我希望大家多说一些骨干劲儿的话，长精气神的话，对不对？不要经常说一些丧气的话啊！杨工，来跟他们说说咱们公司上市的最近的情况。那我就跟大伙说说啊，咱们公司的申报材料啊，已经通过了证监会的初审，现在正在等待发行审核，这个时间不会太长。如果顺利的话，不出3个月，咱们公司的股票就可以通过创业板上市了。怎么样？啊，现在还有谁担心咱公司这个钱的问题吗？啊，我觉得今后咱发愁啊，是发愁怎么把这些钱花了，你们说是不是啊？啊？何总啊，如果咱们公司不能如期上市，那什么呀？我说过多少次了，遇着任何事情，不要总往坏的地方去想。照你这个逻辑，我们今后怎么干？公司怎么发展？那就什么都不要干了，对不对？好了，咱们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啊，不如来个投票表决，同意浑南店开张的，请举手。老罗，咱们少数服从多数啊！浑南店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，散会。
老罗啊，如果你来谈浑南店的事儿，我劝你还是免开综合。何总啊，我们公司的仓储出现了很大问题啊。仓储能出什么问题？存货退库额是12%，而返回厂家的不足10%，也就是有2%的货物下落不明了。前几天我居然发现有3箱茅台酒不翼而飞。自从李济深走了以后，仓储这块就没正经人抓，现在实在是太乱了。我马上派人加强仓储这块管理。老罗啊，你听我说，公司发展太快，偶尔出一些问题啊，这也在所难免。何总，现在不仅仓储出现了问题，而且购买也上不来。购买又出什么问题了？好多热销货我们都购不进来啊！过去的特殊销售都是我们的强项，现在都发生了疲软。我们公司现在需要全面整改。好，浑南店开张以后，由你负责亲自全面整改，这总行了吧？何总，那基于现在的局面，浑南店还是……老罗啊，你怎么绕一圈你又绕回来了？浑南店这个事儿不用提了，必须得开。你听懂了？你要没什么事儿，我这儿还挺忙，有没有？没有了。喂，让仓储部经理还有人力资源部经理到我这儿来。何师傅，擦完了。来，站住！再擦擦。何师傅，擦完了。再擦擦。我干净。何总，都第3遍了，差不多。何师傅，你看这回行不行？葛青瓜，我教你学搓澡，行不行？我问你，我教你学搓澡，行不行？不行啊！不行，怎不行啊？过2个月我就得走了。哦。回来我和申经理说，把你留下。你要是跟我学搓澡的，从明天你就不用做卫生了。我教你搓澡、按摩、敲背、拔火罐什么的。你要是不跟我学搓澡的，明天你给我走人。来，你欠公司的钱我替你还。啊？说话呀！就是何师傅，你说的太快，我有点没太听明白。简单点吧，就是你拜我为师，我收你为徒弟，行还是不行？行。哎呀，不行啊！你是逗我呢？不是啊。就是，
我没当过徒弟呀，我怕我当不好。哎呀，我保证你是个好徒弟啊，要不然我也不收你啊。答应了。你小子给我听好了啊！你现在呀是打扫卫生，1个月你就赚1000来块钱。要是跟我学搓澡呢，这个按摩呀、敲背呀、拔火罐，这都是计件的，按人头提成，每个月至少得3、4千块钱。要到了节假日活多的时候，5、7千块钱也挣，啊，明白了吧？你呀，不要以为我找不着徒弟，非找你不成啊！我要是开门，我收徒弟，光热带雨林啊，想拜我为师的得打破头，你懂吧？哎，干不干？怎么不干呢？就是我笨，哎，何师傅，我笨，我就是这床子我一遍一遍都整不干净。哦，快！我跟你说，好好听着。刚才呀，我让你这一遍一遍的擦呀，那我是考验你，明白了没有？哎，考验你有没有耐心呐，懂了吧？啊，刚才你老这是考验我呢。对了，其实我这床子已经擦得挺干净了，是吧？哎，对。干还是不干呢？那就干呗。我的小祖宗啊，我倒求上你了。啊，还摁的，过来接着打扫。不是擦干净了吗？还考验我呀？何师傅，对，哎，何师傅，有事儿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，我想收个徒弟，管您要个人。哟，这是好事啊！你要谁？耿星光。谁？耿星光。何师傅，您看咱这热带雨林，25岁以下的30多个，35岁以下的70、80个，您怎么就偏要他呀？这人品行好，傻笨，就是品行好。我就管你要这人，你给不给面子吧？何师傅，咱们坐下说，好吧？哎呀，何师傅，我很尊重您，全热带雨林都很尊重您。您要是想收徒弟，谁都愿意跟您学手艺。但是，您要耿星光，这不是让我为难吗？可全热带雨林，我就看中了他了。为什么呀？因为全热带雨林就他一个人，一直用他自己带来的牙刷。这能说明多大问题啊？哎，这也不能说明问题，那什么能说明问题？沈经理，我对耿星光的品行看得清清楚楚的。一个人的品行好，你教他手艺，你放心呐。全热带雨林，我看好他了。那何师傅这样吧，您呢，先带着他，让他用业余时间跟您学手艺。如果真能出徒，我们就留着他，行吗？行。
堂爹，我给他10个响头，顺便感谢他8辈祖宗。谁要是有你这么个儿子，也是倒了8辈子霉了。嗯，什么意思呢？哎，没，哎没，哎。干啥呢？没事儿。没事儿，肯定有事儿。真没事。你说说。你说说，不是你说不说你？何师傅收我当徒弟了。你说啥？何师傅收我当徒弟了。何师傅收你当徒弟了？哎呦我！威哥，何师傅收耿金光当徒弟了。真的啊？真的，你们真的。不是老何是怎么回事啊？这傻子他都当徒弟了，他脑袋被驴给踢了他呀？哎，耿星光是不是得请客啊？必须得请客呀！哎，宋琦，没兴趣。那个威哥一块儿呗，耿星光以后就是你同行了，咱庆祝一下子呗。不是这事值得我庆祝吗？这傻子都跟我同行了，我还庆祝我不也成傻子了吗？我不去。走，耿光，走，咱吃饭。走，咱吃饭。这不是我，那什么，换衣服吧。2分钟啊！不是。有什么大事吗？没什么大事。没有你还看？是不是因为我看报纸惹你生气了？我才没那么小气呢。这饭菜好吃吗？没注意，我来这儿又不是来吃菜的。那你刚才吃的是什么呀？我吃的是品味。品味。好，那这么着，下次咱俩吃饭啊，咱就要一份菜，我吃这一份菜，你吃你的品味。那不行，品味这东西你得参与到其中才行。就比如说一瓶香奈儿5号，喷在自己身上那叫品味，追着闻的那叫庸俗。我听出来了，你的这Chanel5号是不是没了？不是，我不是那意思，是我们下期杂志的主题是这个。行，你肯定没那意思，我有这意思不就完了吗？来，我真没那意思。结巴，弄得好像我很小气似的。不是董哲，是老罗。老罗，你干嘛？不爱接他电话。完。你们这次怎么闹得这么僵啊？哎，浑南店非开不可。非开不可，我一定得把这个浑南店开开，我得把李吉深气吐了血，我才开心呢。你等着啊，等着。李吉深又不知道你在浑南开店。李吉深不知道，李吉深看上这浑南店的地可比我早，他能不知道？哼！你那意思，他一直盯着万和集团？不至于吧？肯定你想多。你以为李吉深能那么潇洒的离开？可能吗？
别给我提李济山啊！你提他我就吐。反正你们公司的事儿我也不懂。咱吃完饭去哪儿啊？那都几点了，还不让？哎，啊？吃好了，何总。吃好了。何总，咱下一站去哪儿？去热带雨林。好嘞。光明大厦，1109，什么？那个科贸，后天上午10点半。10点半？哎，不好意思啊，那个能不能改到下午啊？其实明天最好。啊。统一面试啊。那行，没问题。那行，到时候见啊。哎，好，谢谢，哎，再见。来上课啊，上课！李娟，来点赞，渴死我了。来一个那个红烧肉，要什么红烧肉跟腻的糊的，不要那个。那个干炸排骨，再来一个那个红烧猪蹄儿，不用看这个。那个你吃啥？炒土豆丝儿。炒什么土豆丝儿啊？听这名就发不了财。那个你不爱吃鱼吗？来个清蒸鲤鱼，是吧，傻蛋？不是，我那什么，别跟哥们说你没带钱，不是没带，根本没钱。哎呦我这个打，没事儿，既然来都来了，我先给你店上开始还我，开始还我，喝什么？来一箱啤酒。啊，一箱啊？这太多了。葛星光说的对，一共就咱们3个人，要什么一箱？咱来24瓶，行不行？要一箱。24瓶。一箱。24瓶。一箱。20。哎呀，争啥呀？就24瓶呗。我跟你说，一箱可24瓶。这么高兴啊，哥！哎呀，孟老板。行。呀，这不是耿星光？25华属马的，是不是？孟老板，你们也认识啊？老朋友了，是不是？耿星光。坐。哎，耿星光，几天不见，我都认不出你了。对了，在蓝老板那儿干得怎么样？干得好啊！干的绝对不是一般的好。人家马上发大财了，就搓澡那何师傅收当徒弟了。行啊，耿星光，要不能请我们俩吃饭吗？是不是？对呀，好，今儿高兴。娟儿，我看看，弄得点啥了？来，账盘靠他下。哎，别，那个不是，其实我们仨刚才点的我觉得够了。这顿饭呢，我请了啊。哎呀妈呀！孟老板，那个啤酒24瓶和一箱哪个多呀？笑啥呀？跟大傻子似的。